我现在在雪梨的 Rockdale 滑板场，我想跟大家介绍这里的滑板场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。我来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滑板场。这个滑板场位于雪梨西南区的石鼓市，俗称 Rockdale， 占地面积大概3-4个篮球场这么大，如果不包含停车场的话。对于滑板场来说，它其实不算是一个大板场，但该有的都有。据当地人说，这市政府花了2000万澳币去建造这个滑板场，换算成新台币呢，大概是4亿新台币。板场设计相对平缓，所以从新手到老手都很适合在这个滑板场练习。这也是距离我雪梨住的地方最近的滑板场。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完美的滑板场呢？那在接下来的影片会开始跟大家介绍。然后这就是滑板场的大致情况。第一个我要先介绍这个完美的 Mani Pad， 它只有脚踝的高度。我通常会用这个道具做正反脚的平衡来热身。它长度非常刚好，足够时间做翻板出来，也不会觉得需要 hold 住太久。Mani Pad 后面有2个小斜坡接着高一点的平台，它可以斜坡起跳、卡平台，再进斜坡，或者是卡到底直下落差。接着是这个又长又滑的完美大理石平台，它简直是 skater 的梦幻平台，高度很刚好，大概2块板高度，中间有一个小凹槽，但其实没有影响。它卡招几乎完全没有阻力，但是如果上面有水，或者是你卡招跳过头滑掉的话，它就会变成很可怕的一个平台。然后是这圆杆，这跟前面2个道具都一样长，高度跟大理石平台一样高。接下来是这在角落的 quarter pipe， 这有2个 quarter pipe 以135度角组成，连接着2个不同的 section。这很适合新手或像我这种不常玩 ramp 的老手练习 air。quarter pipe 接连过来是一个平缓的 A 字台，那是一个完美的练招炮台，因为它很平缓，所以练习动作的时候压力不会这么大。A 字台上面呢有一根方形斜杆，2侧斜台跟一边的平台。
接着过来呢是这小小的大理石斜台，这斜台的起跳高度跟前面大理石平台的高度差不多。有时候假日这个滑板场小孩子会太多，就像这样子，差点被小孩子终结。接下来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道具，一个小小的金字塔。这是一个小碗池区，碗池区旁边的斜面上接着一个小墙，你可以在上面做 wall-e 或 wall ride。然后是这个小3阶楼梯，对于3阶楼梯来说，它的起跳点跟落地点距离有点偏远。最后，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碗池。这个碗池跟其他道具一样，从新手到老手都很适合。对于新手来说，这碗池相对安全；对于老手来说，就很适合练习一些新动作啊，或者是跟朋友来一个小 sesh。这个碗池呢，有浅的区域到深的区域，浅的区域大概是胸口高度，深的区域呢，大概比一个人再高1-2颗头。然后澳洲设计的碗池都会有这种像游泳池的边，然后这卡起来，这声音非常悦耳。为什么我说 Rockdale 滑板场是全雪梨最完美的滑板场呢？因为我们从小就希望有一个滑板场简简单单，就只需要有一个又长又顺的平台，又长又顺的杆子，又长又顺的 mani pad， 就这么简单。但几乎没几个滑板场可以做得到 ，Rockdale 滑板场就做到了，就满足我们这么简单的小心愿。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完美的 A 字台，跟一个小但是又很好练习的碗池。如果要我在全雪梨中选出一个滑板场，我一定会选 Rockdale 滑板场。好，说完这么多 Rockdale 的优点，我来说一下它的缺点。周末或放假日的时候不建议去，因为大概过9点之后，那小孩就是完全塞满，然后也都会在你面前乱跑，你可能一不小心你就会撞到小孩，像我影片那样。小孩子比较不太会注意周遭的状况，所以你在做动作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会直接朝你冲过来，然后不小心你可能就会撞伤小孩，或者你也可能导致自己受伤。所以周末那里真的蛮可怕的。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，那里灯光也很暗，像路灯一样暗黄色的灯光，不是像运动场那种白色探照灯。可能是他们怕晚上会吵到邻居，如果太多人晚上在那边玩滑板的话，走到邻居应该会很不耐烦。除此之外，这就是我认为雪梨最完美的滑板场。哪一个滑板场是你们认为最完美的滑板场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就这样，拜。